240赫兹应该不太需要吧。嘿、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最近有流出来的消息，还有上次忘了讲到的。OK， 那我们首先先来讲就是 AirPods 3的设计哦，现在有流出来了。那其实我上次有拿过这个AirPods 3的疑似设计壳的这个东西给大家看，那我们大概比较过尺寸啦，其实它的尺寸大概就是跟 AirPods 第一、第二代差不多大，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它本来是这样开口的嘛，那后来3代可能会换成从这边开口，就会比较像先前 AirPods Pro 的设计这样子。整体的尺寸的话是差不多，厚度也差不多，因为我们有套进去这个先前1、2代的壳，看起来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个尺寸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最刚好的，也是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尺寸，所以我想3代维持一样的尺寸，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另外一点，我上次有提到，就是在它这个壳底部还有3个开孔。那非常多人后来讲的，应该都觉得是一个喇叭孔，就是说我们在寻找 AirPods 的时候，先前的话是盖起来的嘛。那你在寻找它的时候，它是从里面这边发出声音。那其实盖着的时候，再加上如果外面有一个壳，你可能听不太到它的声音，所以现在如果在底部开了这个喇叭孔，在寻找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方便。所以呢，这个孔到最后会不会保留，会不会在那边，我们到时候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设计，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这样的设计，不然真的还蛮难找的。OK， 那上次我们讲的整个外壳的造型，那现在我们来讲到就是它整个耳塞的造型。那这边有大概好消息跟坏消息啊，可能就是看你偏向喜欢的是哪一种型的耳塞，可是这一点都还没有确定，跟我们就来讨论看看。OK， 看到这个照片，大家可能开始会有点紧张啦，或是有人可能会开始很高兴。它前头看起来好像会有一个小耳塞在那边，那这个虽然还不是一个最终确定的设计，因为我现在看到流出这个耳塞的部分有2个不一样的设计，一个就是它上面完全没有耳塞，它的头虽然是做的很像 AirPods Pro， 可是它收尾的地方就是用塑胶的方式收下来，就没有一个耳塞在上面。那另外看到的是上面好像有一个小耳塞在前头。那我现在也有提过我不喜欢 AirPods Pro 的原因啊，其实除了我本身就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入耳式耳塞的耳机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耳塞，它戴久了在我耳朵里面会很容易滑出来。那什么尺寸都一样，搞到后来我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第三方的耳塞。那像我现在有在测试这个，那我最后用到就是2个品牌，用到现在让我觉得真的戴起来还不错，然后声音啊表现也不错，然后它又不会从我耳朵里面滑出来。那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问题的话，就放链接在下面，你们可以再自己去找一下。OK， 这个没有业配。OK， 那其实耳塞这个东西在 AirPods Pro 来讲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它需要用这个耳塞用物理性的方式来提供被动式降噪，那进而在它主动降噪啊，还有通透模式的时候，它效果会更加显著。所以耳塞这个东西虽然我不喜欢啦，可是我完全能了解为什么在 AirPods Pro 这个东西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为了降噪模式来说的话，现在说真的我也没有坐飞机什么，那我本身也没有什么在通勤在外面需要用到降噪模式，所以没有那么常用降噪模式，也没有那么依赖它。那我反而比较喜欢用的是通透模式，因为苹果的通透模式是让我觉得戴上这种入耳式耳塞的耳机都还能非常舒服的。那这个是在其他厂牌上非常非常少见，所以这次3代的间谍照流出来啊。那这个2组不一样的照片啊，有一组看起来前面有个小耳塞，那另一组看起来是没有。那我觉得就算是有耳塞的那一组，它整体的耳塞的尺寸看起来还是比 AirPods Pro 小非常多，所以我想它的功能性也不太一样。那可能就是说在降噪上面，它就追求就不会像 AirPods Pro 有这种主动式降噪的这种功能，那或者是它有这个耳塞在里面，就是为了它的通透模式的效果可以更好。所以就算有这个耳塞，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辅助性，它并不是像这种会卡住你耳朵的这种方式。况且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比较偏向的是那一组看起来没有耳塞的，我觉得真实度是高一点点。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真的4代上去才知道它整体的舒适感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它整个耳朵地方的设计跟先前1代、2代都有点不太一样。那在功能上面的话，我个人私心是比较希望会有通透模式，降噪对我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降噪需要的话，你就买 AirPods Pro 这种一般的 AirPods 1、2、3代，我觉得它的功能性应该是第一要以舒适为主，让你可以长久佩戴它，不会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现在看来，我们也应该快要看到新的 AirPods 出来了，自己希望就是看到这个新的设计能跟第1代、第2代一样舒适。OK， 好，那我们再来讲 iPad mini。好，那 iPad mini 我必须说，上次讲到3月产品的时候，有一些人在问，
那我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在追这个产品的消息啦，一方面就是也没有真的听到很多，另一方面这个不是我感觉好像很多人有兴趣或者我自己有兴趣的产品，所以我得到的消息真的是比较少。但是我们有个观众特别有帮我们整理了不少消息，那我们大家来看看他整理的资料。OK， 据说 iPad mini 还是会维持本来的设计，就是它不会变得像新 iPad Air 的设计。那他说可能会是因为电池的问题没有解决，这边不太确定是什么意思齁，所以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设计大改款。那再来，它里面的话会有 A14 晶片，8.1或8.2寸的萤幕，然后20瓦的 Lightning 充电头，所以不会有 USB-C， 然后8个 megapixel 的相机。那指纹解锁是在 Home 键上面，不支援 Smart 键盘。但是会支援 Apple Pencil， 这边应该是讲第一代，那起价是$399起。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不改设计方式的推出的话，吸引力我觉得会相对小很多，至少对我而言啊。不管我是要买来平常使用，或是给小孩子使用，我可能相对来讲都会想要买新一点的 iPad Air， 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设计是比较偏上个世代的东西。那如果真的是因为里面电池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解决，然后才退而求其次使用这种旧的设计的话，那改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必然的事情，也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我可能相对会想要买新的 iPad Air， 它还支援 Apple Pencil 第2代，还有整个设计啊、操作语言都是比较新的版本，然后加上又有对键盘的支援，它整个使用的功能性会大非常多。所以啊，如果你们有在等 iPad mini 的人，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消息。但如果真的讲到 iPad 的话，我比较期待的还是看到今年的 iPad Pro 会推出怎样的更新。虽然我不一定会买，可是我蛮想看看有什么新的科技会先放在上面，像先前的 Promotion 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来看看说，这次的 iPad 会不会再向前推进一点。好，那讲到 Promotion 的部分呢，我们就来讲到最近苹果240 Hz 的萤幕传闻。那我这边再来解释一次给第一次看的观众啊，老观众的话就感谢你的耐心 ，OK？ 因为有一些新的人总是会留言问这是什么。240 Hz 的萤幕就是说它刷新率就变成每一秒萤幕会刷新240次。那现在 iPhone 就是60次嘛，那 iPad Pro 就是唯一一个有120次的，那它就叫120 Hz Promotion。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地方就是搭配 Apple Pencil 啦。那在它笔画触感这些会更接近真实在笔画的感觉。那萤幕每一秒更新率越高，自然就会更耗电。所以通常有这种高刷新率萤幕的行动装置，它里面就会有这种自动去调控它萤幕刷新率，就是它不会只停在一个最高的刷新率，它会依照你的使用状况去调节，可能每秒24次啊，或是每秒120次。那甚至有的水显萤幕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每秒1次这样子。好，那这样解释完就不用在留言里面再回复很多次。好，那像很多人问我新的 iPhone 13是不是真的会有240 Hz 的萤幕？因为最近有这个新闻讲到苹果的专利流出来，那在这个专利里面有提到240 Hz 的萤幕。其实以目前看来啦，要做到120 Hz 都已经是一个挑战。那 iPhone 12本来应该要有嘛，后来因为续航力的问题，这个功能在最后就被取消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一次直接上到240 Hz 的可能性是非常小。那以目前萤幕组件的供应商来说，三星跟 LG 的话，至少我们也要先看到他们自己的手机上面都先有240 Hz 哦，确定这个东西可以量产啊，没有问题，我们才会在 iPhone 上面看到。那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等苹果自家做的萤幕啊水准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规格在上面。可是以目前看起来的话，我们还没有真的看到一个苹果自家萤幕量产出来。那可能会不会今年的 iPad Pro 大家在传的 Mini LED 就是苹果现在自家在台湾生产的 Mini LED 萤幕，那上面会不会有240 Hz 呢？因为就实际使用面来说，我觉得 iPad Pro 先上到这种萤幕规格是比较有它的实用性的。因为如果说在支援 Apple Pencil 2或3代的时候，它当然萤幕刷新率越高，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笔画的感觉，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完全有理由去用这种更高规格的萤幕，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进步。但在一般使用上，可能另外就是电竞的玩家对这个会有需求。其他方面的使用的话，我觉得60、120 Hz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够用的一个等级。那但越快的萤幕刷新率，如果说到240的话，就是使用上去滑动萤幕的那个爽感会更为真实吧，必要性倒是还好。那另一方面，专利这个东西我们以前也有讲过了，它就是在申请过的阶段嘛。那等看到这个专利实现出来，苹果每一年有那么多专利，其实它有多少的比例是真的在产品上面会看到的 ？OK， 其实很多，你可以去翻大概10-20年前，或是近5年的很多，我们到现在真实的产品都还没有看到它过。那以240 Hz 萤幕这个来讲，虽然它的实现度是比较高，真实性也比较高，也真的有必要性，可是通常看到这种东西到真的放到产品上面去量产，都还有一段时间的距
距离，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今年的 iPhone 13有这可能性是非常小。我们其实可以先保守一点，确定会有120Hz 在 iPhone 13上面出现，再来讨论这个240Hz 的事情。OK， 那今天的快报大致上就是这些消息了。那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或有什么消息像有观众想要整理给我的话，你们可以私讯我，那我会把这些消息过滤整理之后呢，可能再分享给观众，那会打上你们的名字。OK， 好，那你们如果有什么其他想讨论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咯。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